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5年的9月5号啊，又是星期五。一般呢，像遇到这种又是什么5号啊，又是星期五啊这种日子，做投资理财的人啊，什么炒股的呀，炒这种外汇的什么啊，这种都要当心。这种都是很奇怪的日子啊，就专门有一个词语叫什么"黑色星期五"啊，什么就是讲这种的啊。那么今天呢，也是9月份第一个啊，美国要发布非农的一个日子啊，就公布那个数据的啊，所以今天的金融市场应该有很多的内容。但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呢，不是聊这个关于金融的啊，我们呢要聊一聊中国的房价，上海的房价啊，主要聊这个上海的房价，因为有网友呢，他就咨询我。他说这个想把在中国的房子给卖掉，然后呢来欧洲移民啊，那觉得问我怎么样啊这个想法，然后呢问了一些这边工作啊什么的。具体呢，我觉得因为这种说句实在的啊，这种咨询对吧，就网上一般呢，就我们也不太会聊得太知根知底啊，比如他到底有几套房，到底有多少钱，这个其实大家不会聊得那么透彻啊，因为好像总是有一种防范的心态，是吧？这个也正常的。那么所以呢，我就录一个视频啊，把一些我觉得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呢都讲一讲，主要呢讲我的一些看法。那么中国的房价呢，一直到现在吧，就2025年的9月5号啊，那么大部分的人应该来说，你不管是什么自媒体啊，还是一些什么实际的一些交易者吧，啊，都是看空的人很多啊，觉得这个房价呢似乎会无限的跌下去啊。那么原因呢也是各式各样的，对吧？啊，但我觉得呢，就是现在啊，如果我理性的来判断，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时机，让我把手里的房子去卖掉，比如说我上海还有一些房子，我去把它给卖掉，还是觉得现在这个价格，我再去买点房子进来，对吧？就这个，如果从理性的判断，啊，当你手里真的拥有这些钱、这些现金的时候，你究竟会怎么做啊？因为我们就是网上看空的时候是很简单的啊，就像我说，哎，这房子要跌了，其实我手里可能也没钱，我也买不起，对吧？那我说这个东西要跌了，反正随口一说啊。但真的当你要去买或者要卖的时候，你是会慎重的去考虑的，对吧？那么我觉得呢，这个房价呢，在现在这个时刻，我肯定会选择去买的啊，就中国的房子啊，当然不包括就是一些怎么说呢，就投资上我觉得不太好的这些地方啊。我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我以前在海南住了好几年，海南住了好几年啊，我住的那些房子我都很喜欢，都很喜欢。而且呢，真的就是那个海景啊，比我这里的现在这个海景看起来不差的啊，我只能说是不差的。就我睡在床上，我就能看到大海啊，我躺在浴缸里面，我也能看到大海。那里的物价啊，那里的这个饮食，我觉得都非常的好。就像那边啊，买一个这种香蕉什么的，就是那种在这边也有的那种短的香蕉啊，还有什么呃各种热带水果，对吧？什么芒果啊，什么菠萝啊，还有那些什么菠萝蜜啊，反正就各式各样的啊，还有那个莲雾啊，这种在那都只卖就人民币啊，差不多就2、3元一斤，在这的话就等于是欧元的话，你可能只有5角欧元，还是就反正1块钱都没有的啊，就太便宜了，就真的太便宜了。然后在那儿认识一些朋友，就本地人啊，有很多是华侨嘛，就是
出去在那个南阳那边啊做大生意的，但是呢，他这个家里面这个祖宅啊也修建的特别好。他们这种啊，你一去这种什么土鸡啊，这种青椒啊什么的啊，青椒全都啊给你最好的送给你，所以就是特别的特别的那个地方，我觉得住得很舒服啊。曾经我也考虑过，就是要不要在那里去买一个房子，但是呢，最终呢，我没有选择在那里去买房子。欧拉，为什么呢？因为就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啊，一个就是中国这个地方很大，中国这个地方很大，然后呢，你说什么广西啊，广东啊，还有什么山东啊，反正就中国这个海滨城市也很多。但是呢，中国庞大的人群，对吧？就是大部分的人群，他要不就是有钱的没时间，要不就是有时间了他没钱，啊，而且就是这种，比如说，像海边度假，你像在西班牙这里啊，像这种海边，它啊到了这种度假的，就是旺季，像这里的这种房子，它都可以翻几倍的去出租。但是你在国内的话啊，我觉得就是人群他也没有这种概念，就他们的喜欢的娱乐方式啊和就是这里还是有一些区别。那么你说大家买的人呢，纯粹就是说，哎呀，我要买一个海边的房子，然后空了去住住。但实际那些人是很忙的，他没有什么空。结果呢，我就看到那些房子，真的都照得特别的好，但是那是断崖式的价格。如果你买了呢，你真的只能去自己住啊，就差不多就我住的吧，那个人家也是几百万买来的，然后他说他要卖给我啊，卖给我一半都不到啊，就他可能觉得就不想要了嘛，就那种啊，就是你租也很难租，卖也很难卖啊，那种就纯粹是被地产商啊，我觉得给忽悠了。但是呢，你像在上海啊，那上海就是我的老家，对吧？那我可以说啊，就是如果现在你要我去买，就以投资的角度来讲，我肯定会去买的啊。但是呢，我买了我也不一定会去住，因为我也不喜欢上海这个城市啊，因为我就不喜欢这种大的城市啊。但是呢，你上海现在它其实还没有那个完全解决限购的问题，就比如说，全中国的人他是不可以买上海的房子的，你必须要是在上海有户口啊，对吧？或者说你要缴社保啊这一类人，你才能去买，啊，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有一些保护主义的，因为上海也是全中国就是数一数二的城市吧，对我来讲就觉得是最好的，对吧？因为你让我去北京生活，可能我也不喜欢啊。但是呢，如果把上海的这种房价这个限购全部完全打开，那其他的地方的楼市可能会有影响，就有可能很多很多地方的人他都要到上海去买，这个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啊。所以呢，其实现在还是在一个限制购买的这个状态。但现在这个价格呢，应该来说啊，我觉得对于很多之前没有买的人啊，或者说错过好机会的人，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好的机会啊。就算啊真的是要移民，我认为都要慎重的考虑啊。就你必须是不是要这个房子要卖在一个高位，就你现在在一个低价的一个时候去卖啊，这个在投资领域里面，我们经常碰到这种事情。说白了就是，你说我们去炒股票啊也好，或炒什么也好，其实赚的钱就是这些人的钱，就是大部分的人
他的这种认知的钱啊，因为大部分的人他觉得啊这个东西要跌了要恐慌了，我要去给他快点拼命卖掉，对吧？其实亏就亏的你的钱，但是呢后面人家接手进来啊，低价买入，放个几年，这个回报率就上来了。就像西班牙其实也是的，他也经历过一个房子暴跌的一个年代啊。其实整个就是欧盟国家有好多个国家，对吧？啊，暴跌的年代，但是呢，它到今年啊，它都接近就是之前的那个房价了，有的房子甚至还超过了。当然，这个循环经历了是有一段时间的，对吧？但是呢，那个像西班牙也好，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些欧洲的国家也好，因为它的体量小啊，它的体量很小，就是它毕竟它的人口数量啊，什么东西啊，它不会再就很快速的去扩大化，对吧？但中国可不一样啊，它的体量还是巨大的啊，并且呢，其实就像现在这两天啊，中国在搞这个阅兵，对吧？搞那个阅兵啊，很多外媒啊，我看到就解读啊，说中国是要耀武扬威啊，是要什么展现自己的什么肌肉啊，反正就是那些那些那个媒体吧啊，都报道的时候有一点啊，我觉得有一点生气啊。但是为什么生气我也不知道啊，我就觉得他们很生气。然后我今天看到那个澳洲的一个频道啊，是 ABC 吧大概，他就采访那个就澳洲去参加这个活动的，可能是前那个政要啊，他采访啊，他那个问询的人是咄咄逼人啊，他说啊，你为什么要参加啊？你不知道那边啊，这个你是给他站台吗？给他那个武力站台吗？什么什么？然后啊，我就觉得这个就像一个审讯，知道吗？啊，可能就是逻辑就是这样子的啊。我就是说他们的这些媒体啊，或者这样的逻辑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西方媒体啊，他们考虑的角度跟我们还是不一样，可能我们更了解啊。我的观点是什么？其实这种阅兵啊什么的，主要的目的就在现在当前的时刻，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其实你说给我们的直观啊，什么这个导弹可以飞多远，或者那个坦克可以多厉害，真的不是拉到战场上去打一打，其实大家是不知道的，对吧？但真的如果拉到战场上去打一打的时候，其实对于大家来讲都倒霉了，经济肯定是一塌糊涂啊，然后无数的人会失去生命，对吧？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什么啊？又觉得啊这个很牛逼，这个武器很厉害，对吧？包括那些外媒啊或者一些外国就是观众，他看了肯定觉得啊这个很厉害。这个其实就是保证什么？就告诉大家啊，放心，没有人会来打我们的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很稳。那这个呢是提振经济的。其实现在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在中国经济相对来说比较低迷的一个时刻，这种动作啊，我的解读是要提振经济的。当然，这个不是说今天一军演，明天就股票涨起来了，对吧？啊，这种我觉得都是种错误的解读。如果是庄家操盘，说不定还要今天军演啊，就趁着收割韭菜的心态，要给你跌2天。但是后面啊，我们可以再看后面，这个肯定是提振经济的啊，后面股市会涨，房价也会涨啊。这个话我今天就放在这里啊，大家可以看，不用很久啊，就2-3年我们就能看得到啊。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说你要买房移民啊，我也可以告诉你一下，就是身边我看到的那些老移民啊，现在就我认识的老移民，不管是意大利的、德国的、法国的、西班牙的、荷兰的啊，做生意的啊。首先呢，他们的家族里面啊，就是这种2代、3代，很多人呢都在那个国内
像在上海啊什么发展啊，因为他们对说继续开餐厅啊、开工厂啊，或者说开什么这种超市啊这种东西，他们不感兴趣啊，他们也想，比如说做自媒体啊，或者说就也不知道能做什么，先回到国内去看看有什么机会发展，对吧？这是他们的一些心态。那他们的优势呢，就是他们精通语言，对吧？就你精通外语然后他跑到比如说上海大家高看一眼就是不是说在公司里面，公司里面现在已经不讲这一套了就过去就我们上班，我们80后刚去公司上班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那个美国人你是法国人，你是香港人，你是台湾人你是新加坡人，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就觉得好像天生这些人头上顶了光环，但是到我离开职业市场的时候，其实已经在改变了这些年就改变得更厉害了，对吧？但是呢，你不得不说当然现在就是说，我觉得现在就美国人头上还是顶点光环的。当然，他这个光环我觉得不是说大家觉得你现在这个国籍在你头上加的光环，我觉得是他确实这些人他在对待如果他是一个 team leader 对吧？他在对待那个同事他在团队建设，在团队合作，他确实有一套。这一套东西呢，是我觉得中国的一些民营企业的 leader 是没有的这个是没有的。但是呢，不得不说，就中国有很多现在很厉害的企业，你像前2天我说那个小米还有人来留言说什么小米你都吹的什么这种人他都没文化，知道吗？其实我一般不太愿意去吐槽别人真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视频对吧？个人讲个人的观点，你留言也没什么。但是对于这种人呢，我一般我就直接给他删除了为什么呢？因为你针对一个论点你去讲，我觉得这个合理，大家讨论这个问题。比如说你说中国房价就是跌，我就是觉得会跌，这个我觉得没问题，这是你的观点，对吧？但是你说中国房子不能买，因为它要到了时间它就会飞起来，飞到天上去了，那这种我就不会理你了，对吧？那小米的这个公司，它目前是三星、苹果、小米，就是在手机销量、手机的这个出货量上面，对吧？就已经是这样了。自己到港股、美股上去看一看，小米现在公司的市值是多少好吧，我也不想多讲这个事所以呢，就是像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很多人他是愿意回到中国去发展的，就像这种在海外的2代因为1代呢，他可能出生在中国的一些农村或者说什么呀，对吧？小城市那么他们通过努力在海外他赚到钱了，那中国对这些人都称什么？都称华侨，对吧？其实这个有点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从逻辑上来讲就这些人他以前，比如说这些老的移民，他以前来到这些欧美国家，很多人都是通过比如说就是这种走线通过这种对吧这个穿山越岭或者过去还有一些更就是非法的一种途径，对吧？什么海上什么或者什么，反正看到过好多报道吧，对吧？都是通过什么这种，反正有走私进来的，对吧？那这些人他赚到了钱，他就是很乐于回去买房，光宗耀祖在他们的我觉得脑子里面想的是光宗耀祖，其实他们在这里远远比我们这些新的移民，他们就是收入要高，发展的要更赚钱，对吧？但是呢，我认为他们就是说没有融入就是说欧洲这样的一个或者欧美国家这样的一种环境，这个是很多媒体或者说很多人也会说的他们还是保持着一种非常
勤劳啊，就是他把比如说中国这种卷在这边，对吧？就你老外干要休息，我星期天、星期六我要工作。那么还有呢，就是节省啊，因为他们如果按照欧美式的方式也到海边来晒晒太阳，拿个躺椅躺一会儿就享受，对吧？那首先在精神上他就不可能这么愿意吃苦了。第二点，他也存不下来钱，因为一家人如果全是这样消费，那他这个赚这个钱就是存不下来的啊。他们正是通过就是维持了华人的这种传统的精神，吃苦耐劳的精神，打拼的精神还有就是勤俭节约，他们才能就是变得富裕起来所以有时候这个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为什么矛盾呢？因为经常我们会有的人说我们要一定要出国一定要去欧美世界看一看中国的环境太怎么了，对吧？太卷了，太怎么了太不自由了。但是你真的到了欧美世界，如果你又不以中国人的这种传统的拼搏打拼的精神、努力的精神，你又发展不起来，对吧？就像我坐在这里晒晒太阳，很多人就要说呀，哎呀，你这个人太懒了你不努力你总是埋怨，因为你自己不努力。那我来这边坐在这里，不正是这边欧美人过的生活吗？对不对？所以其实很多人他自己心里面也很矛盾的我可以说我是一个比较接受西方文化的人就是我很乐意去接受不同的文化。比如说我来这边我就入乡随俗，对吧？我可以天天吃西班牙菜、意大利菜、法国菜我连续吃几年都没有关系，哪怕一顿中国菜不吃我也没事的。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讲可能就很困难，对吧？但是在这边真正的就是赚到钱的这些人，还是那些我前面说的就是中国的这些保持传统精神的人。那这些人呢，他们又回去再重新的抄底买房我现在认识的人很多，都在买跟我都会说的两年在我们那儿最好的地段就买了就做这个生意1、2年就能在那儿买。那么他们买完以后，他们也会去养老了，对吧？他在这边，他虽然是就是工作了很多年，那回去也享福了呀。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循环好吧？反正我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有很多套房你也不在乎花掉点钱，享受一下西方的这种价值的生活的，感受一下的，那么我觉得无所谓，对吧？你就花钱来嘛。就像我觉得花钱就花掉了虽然我也会有时候会心疼但是我天性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也没办法，对吧？那有的人如果你是觉得只有一套房子，那你卖了以后，你要考虑你能不能来这里，像那些老的华侨们那么的努力拼搏如果你做不到，那有可能你最后就过了些年中国房价又涨了，你在这边什么也没得到，然后你回也回不去了，留在这里嘛，又是过着这种散装式的生活就是今天这里有点工，这里打一点，明天那里有点工，那里打一点，经常网上会看到这个是很正常的。这个就是在就是移民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里面，没有好好的做一些安排跟布局，然后呢对大的趋势的判断就是有严重的失误好吧？反正大家有什么相关的问题也可以在私下咨询我谢谢。